女人太横到底是什么下场？刚刚的画面是女子被歹徒直接爆头，女子反复强调自己要钱不要命，在面对歹徒的手枪指头，可以是这女子也是全世界最胆大的了，不仅不害怕，反而用语言刺激对方。不得不说，黑衣女子太横了。深夜，一女子被歹徒用枪顶住脑壳，不仅不服软，反而叫嚣，有种你开枪。結果歹徒被激怒，一槍打爆女子腦袋。在一般人的概念裡，如果自己碰到劫匪，甚至被劫匪用槍頂住脑壳的情況下，在出於保護自己的動機和想法中，基本都會順從劫匪的安排，暫時穩住劫匪，從而找機會脫身或者求救。但是也有這麼一位女子，在遇到劫匪持槍搶劫自己的情況下，不僅僅沒有安撫住劫匪，反而用語言刺激劫匪，導致劫匪惱羞成怒，最後開槍將其爆頭。那麼這位女子為什麼不要命呢？這位劫匪為什麼又是如此喪心病狂？事情還從2013年說起。位於遼寧省朝陽市，一位名字叫李志雙的男子，因為自身的一系列原因辭掉了手頭的工作，因此就喪失了經濟來源。再加上這時候李志雙遭遇了失戀，所以在多種打擊之下，李志雙徹底地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而後就拿着自己剩餘的錢，天天混跡於各個酒館借酒消頭，喝得醉生夢死。但是一共沒多少錢的李志雙，很快就因為喝酒產生了經濟壓力，於是這是導致李志雙產生犯罪行為的動機。在有一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李志雙在回到家以後，想到自己失敗的人生，瞬間暴怒起來。在情緒的不斷刺激下，李志雙也產生了報復社會的想法。隨後李志雙拿上自己非法途徑得來的手槍，準備到大街上面，看誰不爽就直接搶誰。而在搶劫的案例之中，一般來說，女性更容易成為犯罪分子的下手對象，因為女性無論從生理還是社會印象裡面，都是實實在在的弱勢群體。因此李志雙也準備找一個女性下手。不幸的是，一位正在朝陽市某個自助取款機取錢的女性成為了李志雙的下手對象。從當時的相關監控和一系列的證據來看，這位穿着黑色長裙的女性在李志雙搶劫之前，剛好正在自動取款機面前拿錢，並且在等待的過程之中，這位女士還在撥弄頭髮，因此這位女士也是處於一種鬆懈的狀態之下。當然也沒有誰會想到，在布滿監控的 ATM 櫃檯之前，有膽大包天的歹徒敢於公然持槍搶劫。因此這位女士的鬆懈為自己的悲劇埋下伏筆。在李志雙進來之後，他首先警告女子不要動，因此也可以看出李志雙的這一次搶劫也是出於一種一時興起，並沒有太專業的準備，並且這個是好的李志雙對於攻擊眼前的女子也是不存在什麼想法的，甚至在監控中還能看見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交流很久，壓根不想搶劫，反而像是買賣的討價還價。這個時候按常理來看，只要這位女子把錢交給李志雙，完全沒有流血衝突的必要，並且李志雙要的錢也不多，僅僅只是對着這位女子要了2000元錢。一般人而言，面對李志雙對準自己的槍口，大概率是乖乖掏錢。但是這位女子卻以為李志雙的槍是假的，一把推開了李志雙，並且還大聲訓斥李志雙，並且除了手頭的動作之外，女子還對李志雙表示自己的丈夫是警察，自己要錢不要命，有本事朝着自己開槍。但是監控之中
也有存在女子按下李志雙持槍手臂，並且想要找機會往外面逃的动作。因此這一細節也能看得出来，這位女子內心自然是恐懼的，當然也是基於我們國家的管控槍支的力度，讓這位女子誤以為李志雙的槍也是假槍。當然這種行為是不理智的，哪怕是假貨，激怒歹徒的行為肯定會對自己造成不可預估的危險。在女子的刺激後，原本就對社會存在怨氣的李志雙二話不說，立馬朝着女子的頭部開槍。這一舉動也可以看出，當時李志雙的情緒的確是不穩定的。原本從相關的動機來看，李志雙的目標的確是衝着財物來的，開槍殺人的確是自己一時上頭後的舉動，甚至在殺人之後，李志雙連錢都不要了，大步離去。在清醒之後，李志雙立馬來到了警察局自首。面對警察的詢問，李志雙表示自己对着女子的腦袋開槍，完全是因為一時之間的熱血上頭，並且對於搶劫自己也是根本沒有做好什麼任何有關於搶劫的準備。而從事後的問詢和調查來看，李志雙不幸的童年是自己性格殘缺的主要因素，並且在自己的感情史中還遭遇了失敗，更是讓李志雙走向了極端。相对幸運的是，因為李志双的槍支裡面填裝的是鋼彈，女子也因為搶救及時，所以成為了植物人，沒有死亡。但是雖然李志雙是投案自首，但是自己因為非法買賣槍支、持槍搶劫、殺人未遂數罪打包在一起，最後還是被法院判處了死刑。而從整個案子看下来，那位女子也是過於極端，在危險来到自己身邊的时候，不要嘗試去挑戰危險，而是要盡可能的保護好自己，並且在過程中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寄托在別人身上，通過改變、試探他人，還保證和證明自己的安全，是十分不理智的行為，等於把自己的性命都交到了別人的手裡。並且根據相關的統計數據來看，搶劫一般多發生在夏季和冬季的晚上，因此从我們普通人的角度來說，盡量避免自己一個人在晚上出門，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像文中女子那樣激怒試探對方，是萬萬要不得和不理智。